雷，你真的把石原打掉了吗？应该是。神枪手顺柳明明成功狙杀了华东日军司令石原，立下大功，可却面无喜色，一头栽进司令员怀里，陷入了昏迷。更让人吃驚的是，他竟潛伏了整整3天2夜，没吃没喝。司令，你看他带的干粮一口都没吃，100发子弹他全打光了。不吃不喝还打光了100发子弹，司令员十分纳闷，順柳到底经歷了什么？可殊不知，順柳為了完成狙擊任務，不僅親眼目睹姐姐被鬼子侮辱，最後投井自盡，而且姐夫也被殘忍殺害。如此巨大的心理創傷，讓他性情大變，滿腦子只剩下復仇的念頭。司令员，這二雷究竟打掉石原沒有？你看，要是打掉石原了，二雷那小子不得高興的瘋了？可是剛才他那樣，他一句話不多說，一點高興勁兒都沒有。雖然司令員跟偵察排長都對順柳反常的狀態感到困惑與擔憂，可此刻淮陰城的鬼子卻高興瘋了，因為順柳的果斷出手，石原這頭老畜生終於是被幹掉了。為此，他們還十分興奮地為他舉辦歡送儀式，甚至望着石原被火化的遺體，鬼子坂田更是喜極而泣了。可這一幕卻讓鬼子連隊長松井十分不滿，這麼喜慶的場合，你小子居然搶了我的風頭！坂田聲嘶力竭的要追隨石原而去，這一舉動也為他後續的切腹自盡埋下了伏筆。然而這場伏擊戰對順柳而言是命運的分水嶺，更是他人生悲劇的開端。姐姐姐夫的死成了他每日的噩夢，每次夢裡都要再親眼目睹姐姐被欺辱，在自己面前跳井自盡的悲慘畫面。這份煎熬足以把他的精神徹底碾碎。做夢還打遊戲呢。順柳的這番遭遇，在我看來，其實在三營長犧牲後就埋下了伏筆。那麼我不免想了一個假設，如果是三營長來負責這次的伏擊任務，順柳還會痛失姐姐姐夫嗎？其實我們從此前的三道灣戰役中就能得到答案了。當時順柳所在三連的伏擊地點就是三營長親自去考察的，而他的行事風格是沉穩且周密的。在那個戰火紛飛、人命如草芥的年代，三營長深知伏擊戰不僅要算計敵人的行蹤，更要護住戰場附近的百姓，而他也會把伏擊點周圍幾公里的村民情況摸得一清二楚。若是發現民宅離戰場太近，要麼果斷更換伏擊點，要麼提前有組織、有計劃的疏散村民，絕不會讓無辜者捲入戰火。可這一次負責部署伏擊地點的偵察排長跟連長，他們是既沒有具體偵察孤院裡是否有人居住，也沒提前組織轉移，更沒上報給司令員陳大雷。我們這個地點，簡直好極了，鋪下只有一個孤院子。我們居高臨下，打起來非常方便，便於隱蔽。即使真打起來的話，也不會傷及無辜。正是這個決定，讓順柳的姐姐成了本劇最大的意難平，也為順柳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。當然，在那個先國後家的特殊時代，順柳以至親的性命為代價，換來了整個軍區乃至新四軍抗戰以來擊斃日軍軍銜最高敵酋的大捷。他圓滿完成了軍人的使命，絕對是當之無愧的戰鬥英雄。而他身上的悲壯氣節，更是那個年代無數軍人的縮影。可從擊斃石原的那一刻起，順柳的身份早已悄然改變，他不再只是新四軍的狙擊手，只是一個滿心給姐姐報仇的弟弟。姐夫，我一定為你們報仇。此後的順柳臉上再也沒有了笑容，曾經清亮的眼眸裡只剩下如孤狼般的凶狠與冰冷。他把所有的痛苦與仇恨都咽進肚子裡，沒有對任何人透露一個字，哪怕是他最敬重的司令員陳大雷，哪怕是他最親密的兄弟文書翰林。平常性情開朗的順柳也突然變得鬱鬱寡歡，也沒人能看透他心底的滔天巨浪。陳大雷更是還沉浸在可能打掉了石原的巨大喜悅裡，因為這份戰功足以讓整個軍區揚眉吐氣。但他全然沒有料到，他的好兄弟順柳正一步步走向一條被仇恨裹挾的不歸路。陳大雷，你們打掉了石原，為什麼不報告？真打掉了？